朋友们，禅宗有一句话叫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去识得我们的本心呢？其实，在唯识学里呢，也有着三自性的说法，分别是依他起性、遍计所执性、缘成实性。其中的缘成实性呢，便是禅宗所讲的自性本心。了解自性是什么，对于我们内在的解脱与自由呢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首先，依他起性呢，是指物质的形成乃至我们的思想和念头，都是依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。这也即是依他这两个字的含义。比如说，一个苹果的产生，是不是需要土壤、水分、空气等等依托，然后才能最终结成果实？然而这还不够，还需要我们来品尝之后，为它赋予苹果这个概念。而我们的思想念头的产生呢，更是如此，总能找到之前的一个原因。比如你看见了一个人，因为看见这个原因，你开始了意识分别，我和他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好像是个熟人，这就属于依他而起的妄想。再比如，你吃进去一口食物，因为食物有滋味，所以你意识开始分别酸甜苦辣。这种酸甜苦辣的定义也属于妄想，它们并不能代表滋味本身。另一些时候，你听见他人的言语不对，自己想要发表出正确见解，这种对于正确的追求，其实是基于他人的不对而诱发，也属于依他而起的妄想。更究竟地说，我们看智慧，看一些经典，自己产生出了认知，哪怕这个认知是因经典而起，是因古来圣贤的智慧而起，其实依旧属于依他而起的妄想。总之，有原因而起的就是依他起性。所以佛家并不赞同依他起性，这是因为修行最终是要引导我们获得内心的绝对自由与平和，也就是达到圆成实性。不用依他，就能独立享有内在的自由与圆满。所以一个修行人，首先应该时刻关照到自身念头的依他起性，在听到外界的一个智慧，心生欢喜和认可时，是依他的；对别人的言语不认同、不满意，还是依他的。这些依他而起的念头，其实都是好坏善恶的分别心，并不是人人都平等的那个无依无靠的清净无染的本心。而这颗本心，就是禅宗所讲的自性，也即是唯识学通过正确认识依他起性、遍计所执性而达成的圆成实性。遍计所执性可以简单理解为寻寻觅觅，想要作为思量探索的执着心。比如说，我们的意识分别习惯了寻寻觅觅，习惯了去发现、理解、体悟、感受些什么，意识不愿意安静，总想去明白些什么，总想去攀援、抓住些什么。就好像一些人的意识不愿意安静，总是忍受不了无聊，忍受不了独自一人，他的意识总是想要去做些什么，体验些什么，攀援抓住些什么。无论是痛苦、烦恼、喜悦、担忧，还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的意识总是习惯被一些妄想占据和充斥。这便是遍计所执性，它对我们内心的束缚要远大于依他起性。我们念头的好坏分别是一种暂时的依他而起，而一直处于分别与作为心之中，就是遍计，它会形成一种长久的执念。在我们的人生中呢，一旦形成一两种长久的执念，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。比如说，一个人从小呢家庭贫困，于是因贫困而产生想要富裕的执念，一生都陷入其中。这恰恰是人心不能自由与幸福的原因。不仅如此，这个遍计所执性还很狡猾，
当一些人因痛苦烦恼而产生想要解脱的欲望，又对修行或是对其他解脱的智慧产生执念，这往往又是一种心灵的枷锁。对此，佛陀也早有说法：厌流转者，望见涅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一个人一旦厌恶了生死烦恼的流转后，他就会妄想出一个涅槃的境界来。所以，佛家的修行并不是树立一个佛菩萨的权威，让人们执着于一个固定方向。这也正如《金刚经》里所说的“如遇法者”，意思就是智慧就像过河的竹筏，过了河就要立马放下了。如果一直把竹筏背在身上，一直寻寻觅觅，那就是另外一种执念与障碍了。若无一切心，何须一切法？佛家的智慧精髓是一种对治。我们每产生一种烦恼，佛陀就用那本来清净圆满的慈悲心，说出一种对应的法，来对治我们的心病。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破除一切执念，放下一切分别和作为，回到那清净圆满、本自具足的本心与自性，让人人都发现自己就是佛菩萨，就是自性佛。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说了，唯识学的圆成实性与禅宗的自性呢，讲的基本是一个东西，就是指真如自性，就是我们那颗本自具足、不生不灭、清净圆满的本心。只不过唯识学认为圆成实性的达成呢，需要我们首先看破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，基于一些不可避免的虚妄和妄念，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简单的说，就是需要一个过程。而禅宗我们昨天也刚讲过了，讲究的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一步登出十法界。在禅宗认为，只要认得自己的清净本心，一念即可成佛，当下也就是佛。而这也正是禅宗讲究的顿悟，要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而是去参究，去寻找是谁看见了善恶，参到是谁了，就参到这个清净本心了，当下也就开悟与解脱了。所以就像一句话所说，参禅就像捅底子托，参到某一刻，犹如木桶被拿掉了底子，烦恼忧愁、疑惑不解、好坏善恶，乃至整个身心全都脱落了。此时的心再毫无挂碍，那个原先的木桶就像变成了一根管道，一切流通无碍，只剩一片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种感觉就像内与外的分别消失，也并不存在一个自心的说法，因为那时的自心已经与外界融为一片，就像玻璃杯被打碎，内部的空间与外界融为一体。所以禅宗也讲内外不住，先由内入手，对内参究，以至于参到那个无所依靠、无生灭处，自心便与万物是一体了，顿感豁然开朗，一种恒常的圆满与寂静便油然而生。而这确实是一种真实的体悟，一种切实可以感受的解脱与自由，行住坐卧都安住于其中，时时刻刻也都是涅槃与解脱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究竟如何参到自性呢？禅宗的参呢，可以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万法皆可参究。通过任何一件事、任何一种现象，去参是谁在经历。这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概念与方法，而是一种彻底的净化与内在革命。比如午后的阳光洒进窗户，空气中的缕缕微尘轻盈漂浮，我们感到一种惬意和安静。这时候的参究呢，就是去寻找是谁感到了惬意与安静，去寻找惬意与安静的缘起之地。再比如，当自己一个人独处时，有时思绪万千，过去的一些记忆频频涌现。如果我们想要安静下来，
那么就去参究是谁在经历这些，去找出这个所谓的我，看看它究竟在哪里。再比如，如果你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，一个诚心念佛的人，那么在每一声念佛、每一次忏悔、每一次祈祷中，去参究是谁在作为，是谁在向往，去发现内心的美好与光明究竟是在远方还是早就已经存在。还有，如果我们处于痛苦与不幸之中，那么就去参究寻找是谁在经历痛苦，痛苦又是什么。在参究中，你也许就会发现，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我，不存在一个经历的主体与客体，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，都是空性之上的暂时存有，又在空性之中合一。而所谓的空性，空代表自我与我所知道的现象本质是空无的、暂时的；性代表一种恒常不变的存在，不生不灭的性质。现象本质的空无，也因这种不生不灭、恒常的存在而生。这种不生不灭、恒常不变的存在，就是禅宗所讲的自性。深入空与性，我们就能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与宁静。它就像一种底蕴和背景般的存在，渗透遍布整个身心与外界，没有内外之分，一切都是合一与清安的，连呼吸也是一种鲜活而自由的享受。这种因体悟自性而带来的心灵解脱与自由呢，是可以恒常存在的，是能够与我们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平行发生的。真正意义上的行住坐卧皆禅定，也即是如此。透过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次起心动念，去体会那不生不灭的存在。在每一次参究中，当即回归那清净无碍的自性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